咦，前方升起来的居然不是一个小金人，所以这是一台什么车了？这是一台红旗旗下的金葵花系列。今天这期节目呢，确实牌面不一般，我们会给大家看到的是2台红旗的金葵花。第2台在哪里呢？在我们节目稍后段，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那我们就先看一看这一台吧，这是红旗国雅，是不是觉得这个前脸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好像又和我们过去理解的红旗有所不同，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这台车上所用的依然是一个天圆地方的设计，但是它和过去的一些红旗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来看这个大灯，过去红旗会有很多炮筒式的设计，它是一个圆的，但在这里呢，它做成了一个异形的形状。再往下看，来到下方，这里再次承接了上方，往那拉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嚯！这台车所给你呈现的是一种非常牌面的感觉。来，再看看这里，直瀑式的流水格栅，整体一看你就觉得这车渗透着2个字，就是非常豪气。车身呢同样会有2个颜色，这台车老长了，整个是5.35米，确实是一台大车来的。如果你要把它比一比呢，那应该像是一台古斯特那么大小尺寸的车子了。来，一些红旗的元素，我们继续来找，这里。所有的红旗都会在这里给上一个独特的标志，所不同的是，今天它带上了一个摄像头，也就是说，它是具备了一定的驾驶辅助能力的。我们看到这是一套马牌的轮胎 ，PCC 的一套轮胎，这是倾向于高级和舒服感的。最重要的是，你看这里，来，我们给一个特别近的镜头，你看上方还给你保留住了很多的颗粒感，也就是金葵花的感觉了。这台车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一套动力系统呢？你肯定在猜，这是不是一套电动的车呢？不完全是，这台车呢是一台 V6或者 V8的发动机，再加上了一套混动的机构，所以呢，这台车呢所代表的是红旗对于未来的一些思考了。这个地方是保留了一定的流线型的，但是它又和我们过去理解的红旗那种非常直的线条有所不同，所以这里依然是往下溜出来一段。尾灯的设计呢，首先你会看到国雅2字，你会看到2个颜色在这里交割，最重要的是这些和前灯的感觉是一脉相承的。注意看里面的一个感觉，这个是有几层的尾灯的感觉。来，我们开一下锁，看看这台车的一些后备箱的设计。在整个后备箱这里面呢，会给你留下很多的空间。那这里其实是和一个前舱完全隔断的一个设计，这些我觉得就不是太重要了。来看一看它的一个前舱，所有的这些木纹的饰板都是给出了原木的感觉。再往前看看那个方向盘，它是不是和我们过去所认知的红旗方向盘是几乎一样的？你再看前方的那个液晶仪表，那个液晶仪表又和我们所理解的红旗最早的那种感觉也是非常相似的。打开来以后呢，那种金葵花的牌面感都会在里面了。这个内饰我给大家做一做怎么样？先看一看这里面一个羊毛的小地毯。来，高端车呢，你先要看看这里羊毛小地毯，那可是真的羊毛了。再来看这边，我们会把这台车呢做成一个4座的设计，所以4座往这一坐的话呢，中间就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闲杂人。
眼睛往这边看，你就会发现这一台就是更大个的了，来自红旗的国礼。这是一台非常大尺寸的车。我们从车头来到车尾走一遍，你猜这样的一个车头车尾的长度，它会是多少呢？来，我们给大家演示一遍。从车头到车尾，这里是一个6米的长度，它的高度又是多少呢？再次来比一下，你看我是1.8米的个子，这台车来到了这里，所以它其实是一台把我们理想当中的轿车等比例放大的一台车子了，所以这个所代表的地位就不言而喻了。再次看看这个前脸，这依然是一套天圆地方的设计。那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些设计元素在哪里哈。比方说，它整个车身侧面是一个船、一个艇的形状，给你的是一种坚不可摧的感觉。那它这里大灯呢，给你的是一个炮筒的感觉，可能你在这里还看不太清，是不是？来，我们来到侧面来看看。侧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车灯是一个斜切下来的。很多车会考虑风阻系数，给你一个非常平滑的前脸，像法拉利、保时捷都是这么来干，对不对？但你发现很多的品牌也会给你一种非常庄严肃穆的感觉，比如像劳斯，比如像宾利，比如像这台红旗的感觉，就是要给到你一种非常庄严肃穆的感觉。所以这个炮筒的设计来自于过去的历史的痕迹当中。再来看一下好玩的，好不好？来，我们看看这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个一个的小格子，但是你看到最后一格的时候，它居然是一颗心形的，这个就有意思了哈。设计师们在做一台如此庄严。所以这里面也是把一些中国元素放进来了，对吧？再看这个皮子，顶级的纳帕皮，有通风，有加热，有按摩，我相信这些功能我就不用再多说了。这块皮呢还有讲究呢，你知道吗？像这样的皮子，它必须要满足的条件是，它要是北欧、阿尔卑斯那些地方生产的这种小龄的公牛皮。为什么是要在那么北的地方呢？因为在那么北的地方没有牛蝇，所以呢，牛不会被叮咬出来一个小洞洞。第二件事情呢是在那种地方呢，小龄的皮子会来得比较嫩。当然，为什么是小公牛，大家可以在弹幕区里再猜一波了。一会儿我再告诉大家。前方我们刚才留下的那个问题呢，其实那是一个夜视仪。夜视仪是为了帮我们来解决所有在危险的状态当中去发现一些看不到的危险，所以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先来看看后排，好不好？我知道大家很想让我进去来看看这台车坐起来会不会有大佬感。等一等，先等一等。我们先来看一件事情，这个车门到底有多厚？来，我们推一个特写进来看看好不好？这么厚。如果大家还没有感觉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巴掌
2个巴掌、3个巴掌，哇，将近4个巴掌厚了。所以这么厚的一个车门，你猜这里会用到什么功能？弹幕区里给我们打出来。好，看看这些的以外呢，你看这些会有很多的回纹，依然是绿色，这是 Nappa 的真皮，依然是一大块的木头，并且在其中镶嵌了一套红旗的字样。来，我们上车吧。哇，再次坐到这个小牛皮上，给大家公布答案吧。为什么一定要是公牛皮而不能是母牛皮？因为小公牛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会被其他的牛爬在它的背上。各路的政要，各路的大佬，他所拥有的时间不多，这可能就是那些大人物的小烦恼吧。来，再次关上这一道的门，我们所看到的是红旗品牌和过去确实有很多的不一样了。过去我们所理解的那个红旗，只在很多的影视作品或者在新闻当中出现，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红旗，它变得更加年轻了，它依然很高级，可是它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终于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关系了。所以看完这2台的金葵化，我想问问大家的是，你的人生奋斗目标是哪一台？